你的东西呢？都在车里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没有做备份呢？游戏是有规则的，只要钱没有问题，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备份。 真够阴的，先毁了公司，又把脏水泼到我头上，最后还想榨干我和庄毅的钱。没想到庄毅有脑子，在车上装了 GPS 啊！庄毅说了，只要我抢到黄金，我就能分得一半。老唐，你冷静，我们都是被他坑的。你要钱的话就拿去，都在这儿。 曾广文在的时候，我就是老二。我想让你帮我除掉他，没想到他妈又踩到我头上，我他妈还是老二。现在没人知道你还活着。我报警了，本来是要抓他的，我不知道你会来。你钱已经拿到了，赶快跑吧。 宋朝有一位太医，姓刘，在家里排行第2，所以人称刘老二。因为医术平庸，所以不受重用。突然有一天，皇上得了一种怪病，太医们都不知道怎么医治，只有刘老二知道。偏僻的村子里有一种臭虫。 只要皇上吃了，肯定痊愈。可是他又怕说出来，别人不信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眼看皇上就要归西了。刘老二硬着头皮说了出来。朝廷决定试一试，他带着人来到村子，可是村子里的臭虫全被同一个人给买走了。 朝廷为了给皇上治病，只能重金从这个人手上买下了全部的臭虫。皇上吃了以后，果然痊愈了，从此刘老二飞黄腾达。哎呀，太热了，受不了了，我先出去。刘总，您受累，再听听我的故事。宋朝还有一个商人。 叫钟小武。有一天，他路过一个偏远的村庄，发现里面有一种臭虫，分泌出来的毒液能够置人于死地。若想解毒，必须把整只臭虫吃掉。他要每只1文钱的价格向村民征收这种臭虫。很快，村子里所有的臭虫都被逮完了。然后，他托人找到了宫里的太医刘老二。 不久以后，刘老二在皇上的食物里面下毒。很快，朝廷派人来到了村子，用10两银子1只的价钱，从钟小武手里买了1万只臭虫。最后，
钟小武和刘老二把这一大笔钱给平分了。这故事不错，我喜欢。假如我是刘老二，你是钟小武，那臭臭呢？700225，大米科技，现在股价很低。我会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大量购入，然后会引出爆点，比方说纳米颗粒研制成功。总之，我会把股价拉升到现在的10倍，然后你宣布收购这家企业。你用你企业的公款接我手里的股份，刨去成本能够赚8个亿，你7我3，安全吗？我会用差不多100多个账户来操作。那么多好地方，干嘛要在这儿啊？都这样了，你还怕我偷拍吗？唐万元先生是我的合伙人，我负责操作股价和资金转移，他主要负责同您所有的联络和对接工作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我的钱是不是你拿走的？师傅，我劝你别再跑了，你还是去自首吧。喂，我没事。找时间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总这样也不是办法。都跟你说了，我没事。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上次涨价是5年前了吧？没办法，丈母娘催着买房。哎，男人结婚以后是会需要很多钱的。那好，
外围利空因素明显，市场整体悲观情绪较重，地链承压下挫，逼迫华东主营市场下跌，而市场价格已经接近低位运行，后期市场将趋稳为主。下面关注国内消息。上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大米科技股价再创新高，外界普遍预测明天依旧会保持强势。目前大米科技的最大股东已经变更为华友制药。作为一家国企，华友制药对大米科技的强势收购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来听一下华友制药董事长刘文世的回答。我们华友制药是一家几十年的老企业了，一贯的宗旨就是从老百姓的健康出发。那这次收购大米科技之后呢，我们也会开发出一系列更利于百姓的产品。所以呢，这次收购可谓是新老结合。这次收购你又黑了多少钱啊？云吞店都涨价了，现在要20块钱一碗。半年前这只股票还是只垃圾，只有3块钱。现在交易量越来越大，是不是你们在扫货？你说阿果当年要是跟我一块炒股，现在也不至于这样。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拼命赚钱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你看这房子里的一切，难道是凭空变出来的？当初说要过好日子的人是你。咱们离婚吧，房子、车子我都可以不要，我只要腾远基金那1半的股份。如果我们离婚了，你剩下的云吞谁来吃呢？我会尽快找律师来处理。这几天我先住酒店，等你想好了，随时可以办手续。恭喜腾远基金的唐万元先生。下面要去拍的是 iDo Tower 钻戒，起拍价100万元。好，这位先生率先出手，100万、200万，感谢我们场外的美女，300万、400万，谢谢您，500万，好，感谢这位美女，600万、 700万、800万、900万、1000万、1100万、1200万，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是否愿意跟进呢？1200万一次，1200万2次，1200万2000万。我们这位先生果然出手不凡，不知道各位老板是否有兴趣跟进呢？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。干嘛跟我抢？是你跟我抢吧？我也要不逼你娶我了，还不行吗？再喜欢吃鸡肉，也没必要买下一个养鸡场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口红给我。这是我们的金主，他们把大笔的脏钱汇入到装饰黄金，在全国的2000家分店。如果总金额是20亿的话，去到每家店就只有100万。装饰黄金不用给出任何实物，他们把汇总的钱投到腾远基金，操作以后以咨询费转入海外，最后干干净净回到金主账户。所以说，我是你们新的洗钱渠道。是的，没有办法变成现金的数字就永远是数字。跟综艺合作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？我是 CEO， 我做什么决定不需要跟别人商量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能帮你坐上这个位置，也能让你下去。威胁我？
唐先生，没事吧？出去。出去。朱大，为什么要跟我离婚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变了，所以他过得并不快乐。你以为你比我更了解他吗？嗯？当初要是和你，他就快乐了吗？把车停回公司去。司马，司马，司马，哎呀，我有礼物要给你。是。是吗？
什么？为什么？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。首先关注一条最新消息：今日刚刚获得年度财经人物的腾远基金 CEO 钟晓年，于今晨9点整发布了一条个人微博，并且上传了一张他在美国阿拉斯加钓鱼的照片。钟晓年在微博中这样说道：“本人将辞去腾远基金 CEO 的职务。”本台记者试图采访钟晓年辞职及出国的具体原因，但他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。相关消息，本台也将持续关注。下面来看一下美股方面，美股大盘近。操纵股价是重罪，最少要判10年的。你现在就2个选择，要么干，要么从公司滚蛋。这笔钱啊，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啊！孙书记，这么多钱，就算做个10年8年也值了。你什么时候和他离婚？离婚是要分家产的，分就分，大不了我养你。最近又有人来采访村管的事，咱们该怎么办？人都死了，哪还有证据？喂，你什么时候？人这种可以重要的屁股，你一定给我好好盯着。哎呀，赵台长，今天上检查，以前那些账我都不农村的经常西达姑八大姨的身份证对的，都跟我外婆的身份证对上。别说好了，帮忙去买路，当入口了，从国外念大学，有多好的学校推荐？玩的越大，偷出土豆王叔，把他砸了。我这只狗是不收钱的，我这是做好的呀。我偷人的学校最热。喂，唐先生你好，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，当 A 和 B 同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选择哪一个，你的人生方向也许就会因此而改变。你现在的成就全部取决于你一次次正确的选择，在这些份上，这叫决定论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手中握有你所有的黑色秘密。从今天开始的5天里，每天9点半故事开板，我都会给你出一道选择题。每道题只有2个选项，你必须选择一个。如果不选，我会默认你2项都选。听明白游戏规则了吗？我不想玩游戏，你现在就把门给我打开，听到没有？你思考的时间只有3分钟。
是不是魏思萌让你干的啊？是不是？魏思萌，我不想玩什么游戏，也没心思玩什么游戏，更不想做什么狗屁选择题。我。 东西买好了，谢谢。小莲说你要和他离婚，我不想跟他堕落下去，想暂时离开一段时间。其实你早该这么做了。他并没有给你当初想要的生活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能重选一次？我有事先走。 改天来看你。各位观众，下午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财经新闻。 正在美国度假的钟小年，刚刚通过微博表达了和庄氏珠宝董事长庄毅相爱，并且希望结婚的心愿。与此同时，本台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内容是检举钟小年个人巨额偷税，并附有详细的财务报表。本台已经将邮件移交给有关部门。钟小年辞职与出国是否与此事相关？详细进展，本台将持续跟进。 思萌，我们俩还没有离婚，你现在把我扳倒了有什么好处啊？钟先生，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：没有打不破的窗户纸。既然当初选择干了那些脏事，现在就别怕承担责任。我不管幕后主使是谁，他出多少价钱，我出双倍。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找不敢钱，你真让我失望。你少废话，开个价。 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喂！这能做吗？可以，不过有点贵。钱不是问题，要多久？5个小时。
5分钟。唐先生，最快也要明天早晨。好，一定要确保视网膜能用。现在插播一条钟小年离职事件的最新消息：晚6点左右，一名女子在某酒店内割腕自杀未遂。目前女子伤势严重，一直处在昏迷状态。据目击者称，此人正是钟小年的妻子魏思萌。目前钟小年突然出国，妻子自杀未遂，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迷雾。我老婆为什么会自杀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到底是谁呀？唐先生，魏思萌的自杀是不是跟离婚事件有关？唐先生，很远期间出生是否了？唐先生，是您说的吗？喂，请问2楼机。B， 我选 B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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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听见吗？
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财经。大家好，我是田宇。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讲一下山里的致富经。有人听到我用这讲吉祥话吗？喂，有人吗？那边有人吗？听得见吗？朋友，你换个频道，你串台了啊！哎，朋友，你听我说，我在湖畔别墅8号，我现在被别人绑架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！小朋友，你被你爸爸关在家里了吧？啊？我没有开玩笑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被别人绑架了。我是钟小年，你知道钟小年吗？钟小年，你现在就上网查一下年度财经人物钟小年，你就能够查到的。我是个财经记者，你怎么能证明你就是钟小年？你是财经记者那就太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是钟小年。我向你发誓，我不骗你。喂，你别关对讲啊！喂。哎。东西为什么没在保险柜里？唐先生，想知道你要在哪儿，你打开电视看看就知道了。钟小年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中学时期的照片，照片中钟小年身边正是现任腾远基金副总裁唐万元的助理朱楠。钟小年与朱楠的同窗关系此前从未有过报道。而同时，微博中还发布了钟小年与朱楠的短信记录，内容涉及唐万元的商业机密。朱楠此举已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，相关部门已开始介入调查。接下来同样是一则人事。密钥是你拿走的，富士视网膜根本用不了1天。你骗我，你背叛了我。还想虎口夺食，那件事你他妈知道吗？啊！是老子的钱！
小兔崽子，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啊？我把密码给你，我还可以给你要到账户密码。喂，求你把账户密码告诉我。你想要的是魏思文，我已经给你了。唐先生的东西你不应该拿。我求求你了，把密码告诉我，他能救我的命。好，你把视频给我打开。钟先生，现在给你加一个附加题，也许能帮你提前出局。钟南怎么了？赶紧答题。我求求你了，快把账户密码告诉我。你告诉我钟南怎么了？你把钟南怎么了？你说话。是谁要杀你？时间快到了，你应该知道密码意味着什么。1930083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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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是谁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和朱小年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每天还睡在一张床上，你不觉得难受吗？周小年要娶你，那你的男人现在在哪儿？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。是吗？我告诉你他在哪儿。周小年让人绑架了，绑他的人给我2个选择 ：A， 让周小年死，我作为唯一继承人，可以拿到他所有的财产 ；B， 说出周小年私密账户的密码，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私密账户。绑他的人说，如果我真的可以为了周小年这个混蛋死，他就放了周小年。我能为他死，你能吗？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救命啊！密钥怎么没有反应？第一天我就拿到了真正的密钥，朱南拿到了，不过是我放进保险箱的复制品。现在密码我已经得到了，若是你会怎么做呢？是我出钱给你走。现在我知道我在哪儿了，我被别人囚禁在一个山的山洞里面，或者在一个防空洞里面。所以你只要找找附近有没有防空洞，你就可以来救我。而且对讲机的有效距离应该是3公里，我们应该离得很近。哎呀，喂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见，你能不能来帮帮我？喂，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啊？怎么阴魂不散呢？好，你可以不用救我。我就想知道新闻上有没有魏思萌的消息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
你还真把自己当中小年了？他怎么样关你屁事儿？老规矩，A 不 B。小号告诉我没有杀人，你不能诬陷我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游戏规则是我定的，你无权质疑。那我也给你出个题 ：A 把我关在这里继续折磨我，B 我给你1个亿，你放我出去，你怎么选？你要是现在给我1个亿，我马上就放了你。请问你的私密账户还有那么多钱吗？没有钱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张工也是，是不是都像你这么可悲？我选 A。喂，喂，您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收到，请回复。收到，请回复。你还在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以证明我就是钟小年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喂，说，我跟你说过，有人绑架了我，并且胁迫我曝光所有的商业机密。这不重要。那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去看新闻，你就会看到新闻里报道我杀害曾广文的消息。提醒大家留意。刚刚钟小年的微博再次发布爆炸性的消息，他承认杀害腾远基金前任 CEO 曾广文。钟小年为了上位，伪造黑材料诬陷曾广文。曾广文畏罪潜逃之后，传闻其因身败名裂而跳楼自杀，但是实则是被钟小年谋杀。曾广文，腾远基金创始人，1991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腾远基金董事长。钟小年进入腾远基金后，颇受曾广文的重用，短短几年内从普通职员一路成为腾远基金核心。喂，看来你真的是钟小年。我现在就报警。别，你千万别报警！我现在已经是嫌疑犯了，如果你报警，我就完蛋了。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救出去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洗白。我可以想办法救你。但我有个条件，哎，你要多少？你开个价啊！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深度的视频采访。你要把你怎么发家和这几天的经历都如实告诉我，我还要24小时跟拍。好，成交。以上就是事故现场的画面。死者钟小年是腾远基金前 CEO， 去年曾经获得年度财经人物奖。他在近2年整体市场低迷的环境下，依然人死不能复生，获得50%以上的收益，创造了业界奇迹。节哀。别演，想笑就笑。该笑的人应该是你。你不但可以继承他的股份，还有他私密账号上几十亿的现金。你怎么知道私密账户？赶紧搞到！你赶紧搞到！下面这人就别急，赶紧动了退气。
小年儿已经没了，你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，所以公司的股份你要免费的转给我。我要全权接管公司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考虑，别逼我来硬了。 和田西山公路发生车祸，肇事车辆隶属腾远基金。经法医初步鉴定，遇难者为钟小年先生。目前，本人已经接管腾远基金的运营。关于前几日钟小年先生微博上发布的负面信息，我相信是微博被盗所致。喂，你有没有看新闻？看来有很多人想让你死。我知道唐文元要干嘛，我今天必须出去。可是你要想最快出来的话，我只能报警。不能报警！我刚才想到一个方法，有点危险，但现在必须拼一下。你等我信号。什么信号啊？哎，你等着。我在防空洞里面放了火，灭火多，你要快一点。
比较好。你在哪儿？我到医院去找你，接你。不行，这里全是记者，你进不来。我们有个地方见面，我想办法出去。晚上7点钟，家里见。 跟我去警察局。我不能去。命都快没了，你还要继续做下去吗？现在就2个选择，要么隐姓埋名，定居到海外去，从此抬不起头来；要么自首，坐牢，下半辈子你只能去监狱看我。你让我怎么选？还有第3条路，就是找到幕后操控者，拿到所有的证据，正大光明的回归。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是吗？你忘了曾某文是怎么死的了？他是咎由自取，他不做那些事情，我能抓到他把柄吗？我真替你脸红。你的把柄呢？都是别人捏造出来的。你为什么永远都不肯认错，永远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？我真该当你早就死了。他是谁？他把我救出来的，我答应给他做专访，而且反而有很多事情需要用到他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换个地方。你还一直租着这儿？有钱以后我就把这买下来了，很多东西都舍不得扔，每个月让人过来打扫一次。你暂时先住这间。20几年过去了，老张头还在将那些孩子拉清，就像一场梦。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又回到这里。那个时候你总是在问，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？我说的好日子，不是用钱堆起来的。你还
还记得这个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那时候我忙着工作，你给我买的云吞，我总是到晚上才想起来吃。打开这个保温桶，汤还是热的，云吞都已经烂了，我坚持吃，你总是倒掉，再买一碗新的给我。小年，不如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倒掉吧，离开这儿，重新开始。现在还不行，钱比命还重要吗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可以答应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但现在有人在幕后做局，他想夺走我的一切，他有我所有的黑色证据，被他曝光我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我得尽快找到关我的人，你要帮我。我一直在想，他能在下面弄那么大一个工程，一定少不了有很多施工的人员。我们多去几个工地打听打听，一定会有线索。太慢了，你跟我走吧。幕后人为什么要复制你的家？我的私人保险箱需要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双重验证，而且我每天都会把密码进行更新。幕后人知道我每天早上一起床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我的保险箱，对我的账户进行操作，所以他精心复制了我的家，就为骗取我起床以后的5分钟，好拿到我的视网膜信息和数字密码。那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在那个家里，只有那张双人床是我专门找人定制的，因为魏思萌的腰不好，所以现在只要找到谁复制的那张床，谁就是幕后人。就找这张床的式样，半年之内订单。你找这边。好。你看，就是这个。对。曾广文没死啊？不可能，我亲自料理的后事。那你能再多说点吗？当年，我跟唐万元都是曾广文的手下。唐万元提出，只要拿到曾广文操纵股市和洗钱的证据，就能把他踢出局。我们真的这么干了。事发之后，曾广文逃跑了，幕后的金主一直在追查他。除了害怕他揭示身份，他们还想把钱拿回来。你们侵吞了钱。那些钱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慢慢转出来，洗白后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。可当时我并不知道，那些背后的金主已经把曾广文给逼疯了。如果我知道他是在天台上给我打的最后一个电话，如果当时我把这些钱还给他，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把这收拾一下吧，我们去贸源胡同。你在这等着，有个照应。
接下来继续关注腾远基金方面。昨天下午6时左右，正在医院治疗的魏思萌乔装成护士离开了医院。他背对着我，我以为他正在睡觉，就走过去想叫醒他，可刚拍了拍他，我就眼前一黑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他是用心脏除颤器把我电晕的。据医院工作人员透露，魏思萌住院时身体非常虚弱，经过检查，她已经怀孕2个月。她此次冒险离开的原因是否与近日腾远基金丑闻有关？本台将持续关注。吃饭吧。你不吃香菜吗？你是从来都不吃香菜吗？你什么事情都不说啊？连我当上爸爸的消息也是从电视新闻上知道的，对吗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为你做过什么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你为什么更买？我说的不是这事儿。那你说的是哪个事情呢？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知道呢？你知道我当年多少分考到海大新闻系的吗？我不知道。688。你没有告诉过我。我当年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战地记者。从大学到研究生，我每门功课都是第一。毕业以后，我进入了最好的报社。结果我却辞去了新闻副主编的位置，去做一个财经记者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没有跟我说过。为了了解你，了解你感兴趣的事情。你不是希望我这样吗？我把我最好的10年都给了你，我是为了钱吗？我是为了进入你的世界，跟你在一起。可当我越来越了解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我才发现我面前就是个黑洞。我宁愿放弃工作，宁愿在家等你回来，因为只有看到你回来，我才知道你是安全的。喂，钟小你好。投出来的滋味还好吧？没有拿到钱，你很失望吧？说好5天的游戏还没结束呢。钱我可以给你，但证据你必须还给我。证据先给你，钱转给我。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交易。今天晚上10点钟，叫外地到交件。为什么这么晚？准备那么多钱，我当然需要时间的好吗？而且我需要朱楠被害的视频，否则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搞到钱。别说了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知道。为什么不把钱转给他？你去太危险了。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转给他。你的钱到底在哪儿呢？那天你说要离婚，我害怕律师介入会查到私密账户，所以把钱都转给了庄毅，希望通过他的渠道转出来。可现在这个情势，他不可能把钱吐出来。我跟你离婚，是想拿回我的股份，逼你不再用那家公司做任何违法的事儿。我知道，你对我已经有失望之极。但如果想重新开始的话，我必须拿到证据。没钱，证据怎么拿？只要你答应见2个人，钱的事情很快可以搞定。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。你无非就是想要钱，咱们换种玩法怎么样？
你什么意思？这家公司是钟小年的心血，我不想放弃，所以我想买下你手上所有的股权。好，每股35万。告诉他这是在抢劫。今天收盘价只有20，你这是在抢劫？没想到你和菜市场大妈一样，只会讨价还价。别跟他啰嗦，直接告诉他以明天的收盘价来结算。我相信我出的价格你也不会同意。与其这么纠缠下去，不如按明天的收盘价为最终结算价格。身体不太好，就别到处瞎溜达了。到时候不小心再动了胎气。我来和你谈生意，不是斗嘴的。生意？我想让你收购腾远基金，现在唐文元手里35%的股份已经全部卖给我了，加上钟小年呢，我占腾远基金100%的股份。我跟唐文元说好了，按明天的收盘价结算，而我可以按照今天的收盘价20卖给你。这中间的利润，我想你是算得出来的。我能问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吗？不要跟他纠缠，起身离开。如果你知道唐万元现在在做什么，你就会清楚这份合同有多值钱。比你出价高的人有很多。先把电话挂了，我马上给你打过来。魏思萌，我打听到了，唐万元确实四处在借钱，明天股价肯定会提升。喂，叫我王总。你好，王总。我出21块。24块很合理啊。我马上赶进您那儿。25块，25块我全包了。他手里的现金就是我的黑钱，不要收，让他全部用黄金支付。你什么时候能支付呢？咱们先签合同，钱给我1周的时间。对不起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不过，我可以接受等价黄金。今天需要各位加一个班，这只美股要迅速拉升，不然他会杀了我。
腾远基金再次爆出爆炸性新闻，现任 CEO 唐万元涉嫌谋杀，死者为其助理朱楠。朱楠被杀之后，唐万元将犯罪现场伪装成车祸，并买通法医鉴定人员，将死者身份伪造成钟小年。目前，唐万元已经被警方通缉。受此风波影响，美股开盘后，腾远基金控股的腾远特别并购开盘遭受恐慌性抛售，股价直线下跌，钟小年依然下落不明。你的东西呢？都在车里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那我凭什么相信你没有做备份呢？游戏是有规则的，只要钱没有问题，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备份。真够阴的，先毁了公司，又把脏水泼到我头上，最后还想榨干我和庄毅的钱。没想到庄毅有脑子，在车上装了 GPS 啊！庄毅说了，只要我抢到黄金，我就能分得一半。老唐，你冷静，我们都是被他坑的。你要钱的话就拿去，都在这儿。曾广文在的时候，我就是老二。我想让你帮我除掉他，没想到他妈又踩到我头上，我他妈还是老二。现在没人知道你还活着。我报警了，本来是要抓他的，我不知道你会来。你钱已经拿到了，赶快跑吧。真把钥匙给他了？能动脑子谁还动手啊？我给的是公司办公室的钥匙。帮我准备一下吧，我要开个记者招待会。先走先说了，明天就开记者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好吗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在家等你。不离婚了好吗？
大家早上好，我是钟小年，我还活着哈。相信大家这几天也从新闻上看到很多我的消息，有消息甚至说我已经车祸身亡了。很显然这是乌龙闹剧，因为新闻当中呢有很多是负面的消息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开一个记者会来澄清一下。您这几天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在爆出负面消息的第一时间出来澄清啊？这几天我遭到了非法拘禁。 当时的情况真的非常的危险，幸亏我第一时间逃出来了。钟先生，有关部门已经收到你逃税的证据，那也是假的吗？我非常欢迎有关部门来查证我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我愿意补齐我的税务，甚至是接受巨额的罚款。你杀害曾广文的消息也是假的吗？如果我是一个杀人犯，我是不可能站在这里的，对吗？听说你将所有股份都卖给了庄毅，是这样吗？你和庄毅有没有上过床？ 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和我的夫人魏思萌，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。而且今天她没有来参加新闻发布会，就是因为她已经怀有身孕了。其他的事情我就无可奉告了。OK， 时间也不早了，相信各位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我不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非常感谢大家。
万元涉嫌杀人事件影响，美股腾远特别并购收盘时创下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收盘时价格已经跌至每股5美元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杀君的人不是我，我是来带你离开的。不管你是谁，我老婆呢？我老婆呢？她在哪儿？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给我！你给我！别去！你救不了他了，张瑞熙！让开！
曾广文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咎由自取，他不做那些事情，我能抓他把柄吗？你们侵吞了钱，那些钱通过海外的地下钱庄洗白后，一步一步打到我的账上。钱比命还重要吗？还有我所有的黑色证据，被他曝光，我就完蛋了，知道？让我怎么选？钟先生，你好。我的真名叫曾宇，曾广文是我的父亲。不，他不仅是我的父亲，他还是我心中的英雄。他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的事，所以一直对外隐瞒我妈和我的存在。你以为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？是因为他背后那些人拿我们的命来威胁他，他才会从楼上跳下来。后来我妈也疯了，所以现在我要让你也感受一下这种滋味。你们两个身上都有炸弹，时间到了，2个炸弹会同时引爆。但如果你提前引爆其中一个，另一个就不会炸。引线就在这件衣服上，左边是你的，右边是你老婆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别动，别动！你别管我！你别管我！你别动，思萌，你别动！你把背心脱了，赶紧走！我不走！走！你别动！你别动！你赶紧走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思萌，对不起。我不该做那些坏事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我当初只是想让你过好日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知道没有如果，但是如果再选一次的话，我一定选择跟你过平凡的日子。下辈子我还会去。我不要下辈子。小姐，不会。要把他生下来，要不能让他白白胖胖的。小慧。Vita Coco's employees don't have to work hard because our coconut water is made by the trees.
It tastes delicious. 再来看欧股方面，希腊股市昨日连续第12日上升，录得1991年以来最长的升势。跑赢普遍持平的欧洲股市，因希腊有望获得至关重要的救助。你的云吞得嘞？银行股类涨跌互现，意大利 ITBC 急挫5.7%，该行第一季利润减半，1.7%。走了。哎。 一直都想问你，这么多年，这云吞的味道怎么都没变？可能是我没变呗。今日，备受瞩目的华友制药收购案及唐万元谋杀案同时宣判，华友制药前董事长刘文世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我这一辈子一直是在为老百姓服务，我没有罪，我不委屈。唐万元被判处死刑。唐万元想要你的钱，朱楠想要你的老婆。 所以我就分别的利用他们。唐万元出钱给我造的房子，朱楠给我提供的图纸。那被唐万元从铁道桥上推下去那个小伙子是谁？我雇来掩饰我的身份的。我本来打算先搞到你的钱，再要你的命，但你都已经从楼上跳下来了，我就当之前那个钟小年已经死了。时间到了。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还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走了，找时间再来看你。今日备受瞩目的钟小年操纵股价、洗钱及扰乱社会秩序一案将进行公开审理。鉴于钟小年主动自首并交代所有的犯罪行为，法院在量刑上或将酌情处理，但钟小年一直不愿透露其裸奔及用仿真枪模仿杀人的动机。下面我们回顾一下钟小年扰乱社会秩序行为的始末。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慈善新闻。今日某慈善机构接到了一笔匿名捐赠，数额竟高达20亿。慈善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他们原本有过找出这位神秘好心人的想法，但机构高层研究后，最终决定还是尊重捐款人做好事不留名的意愿，为他保留一份神秘感。 真好吃啊！我一直都没有问你，为什么就喜欢吃他家的云吞？这是你第一次请我吃的东西。那时候，你说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，我当时就想，原来这就是最好的东西。 在你被淹没时伸手，在你的左手，在你闪烁时候沉默，等你的抚摸，醒着做梦，听人潮翻涌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。
在无声荒茫的宇宙，情愿被孤求，在独自拥抱的冷冻，黯淡过眼眸，转身回首，又随你漂流，残留着脉搏的温柔。如果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，就擦亮我黑夜里不灭的路灯。如果寂寞是拥有的唯一要求，就让我寂寞。在无声荒茫的宇宙，情愿被孤求，在独自拥抱